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16号。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来谈川普总统昨天在白宫和几个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签订了这个阿以和平协议。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它对世界和平有重大意义。昨天呢，川普总统他就在白宫主持了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他们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协议。那么以色列的总理呢内塔尼亚胡、阿联酋的外长和巴林的外长，他们都呢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可以讲巴以和平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川普可以讲太伟大了。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长期被称为在敌人心脏里面的国家。1948年以色列建国的第二天，就遭到5个阿拉伯国家联手对他们的攻击。过去的72年里面，一直是被伊斯兰世界称为他们身边的敌人。所以说这么多年来讲的话，以色列一直是跟中东的国家呢就是战争不断，从来就没有过和平。过去多年来，只有一个埃及、一个约旦是承认以色列的，而且条件还是要换回他们因为侵略以色列之后他们自己国家损失的领土。所以说呢，以色列是一个长期被阿拉伯中东国家包围的，但是呢战争不断的一个国家。那么现在已经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也就是在川普总统的积极斡旋下，首先呢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就是阿联酋呢跟以色列呢缔结了友好关系，那么巴林紧紧跟上。那么这2个国家和以色列政府的首脑就是内塔尼亚胡，他们昨天一起在白宫呢签订了这个和平条约。对以色列呢很多人都不陌生，要是以色列在我看来的话，我认为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本国人民为重、以本民族为重，什么时候都强调国家利益、强调本国人民利益，把本国人民利益放在第一的国家。维护本国人民利益是以色列可以讲叫不惜一切代价他们要做的事。几十年的战火，以色列呢从来就没有低头过，很多恐怖分子都是与以色列为敌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有这个中东的这个伊斯兰和穆斯林的人用这个人肉炸弹去袭击以色列，可以讲经常性的在以色列的重大的人流密集的场合呢有人肉炸弹爆炸，你没办法防也就是你不知道这个人他身上已经把在身体体内植入了炸弹，然后他突然到这个公共场合人群密集的地方，他把炸弹拉响了，他自己不要活，大量的这个以色列人都被炸死炸伤。所以这件事情对以色列来讲防不胜防，他没办法能确定哪一个人会身上带着炸弹进来了。尽管有各种科技手段来监测，但是你防不胜防，监测不到，监测不准。而且这些自杀式的这些人肉炸弹都是一些年轻的少女，她们有的时候都怀抱婴儿，让你看成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妇女，但是你没想到在公共场合她就拉响了炸弹。所以这件事情呢，对于这些穆斯林人来讲叫做圣战，他们愿意为这个圣战呢奉献他们的生命，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的话是损伤惨重那如何杜绝呢？后来以色列的领导人们他们反复考虑以后，摩萨德呢给出了这么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这个女生她是不想活，因为她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仇视我们以色列。等她长大的时候，她就愿意用她自己的生命来炸死几个以色列人呢，为她的家族里面呢来增添一点光彩。那我们就对准她的家族，也就是我们找到这个被炸死的这个女生，找到这个人的家人，把她家里面人全部杀光。我们只要做到这么1个2个案例，那么就足以有震慑作用，因为别的人以后就不敢这么去做了。你这么去做的话，有可能就会全家人遭殃所以以色列这个计划就叫做你死你就准备死全家。然后以色列摩萨德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找到了其中有2个少女，他们用人肉炸弹袭击了以色列人的这2个少女，找到这2个少女的家人，把他们家人几十口摩萨德全部干掉了。摩萨德把这些人干掉以后，通通把它发到新闻网站上，让所有人都知道，就是你们派出的那个人肉炸弹的那个少女，她是可以发动什么圣战，然后跟以色列人同归于尽。她一个人炸死了我们很多以色列人，但是所有他制造的血债，他整个家族要为他偿还。他家族里面所有的亲属、直系亲属，随他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丈夫和他的这个亲人，只要跟他有血缘关系，只要跟这个人搭得上边的宗族里面关系的人，通通都被摩萨德干掉。摩萨德干这一行是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能比摩萨德干得更好的，所以摩萨德是神不知鬼不觉就完成了这个计划，就叫你死你就准备死全家。把这个计划全部完成了以后，
整个就震慑住了那些人肉炸弹，也就是以后再培养这些人肉炸弹这种自动参加圣战、奉献生命的人，人家就不干了哇！家属就劝阻他吧，你不能干哇！你干这个时候，我们全家都会遭殃，全家都会死的哇！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色列就遏制了这个所谓人肉炸弹对他们的袭击。这就说明以色列人的智慧啊，也说明以色列人为了保护本国人民，为了保护本民族，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的。那这个是真正做得到的，不是像很多国家都是打打嘴炮，光讲没有做到。但以色列就是这么去做的。那么这么做的结果，也就是以色列70多年来跟所有的中东他周边的邻居的所有国家都形成了敌人，所有的国家都敌对以色列，以色列呢长期被孤立。但是呢，美国呢是一直支持以色列。川普总统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首先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个宣布实际上是震惊世界的，也就是全球都知道，川普总统已经正式认可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首都，不要那么多争议。以色列它就是这么强大，以色列就应该有这个地位。那么除了川普总统重视以色列的地位之外，他立志要在他的手上促进了中东和平，孤立伊朗。仅仅最近就是1年时间不到，川普就通过斩首这个邪恶的恐怖分子头子，一个是巴格达迪，一个是苏莱曼尼，就震慑了伊朗支持的所有恐怖组织。恐怖组织就怕哇，怕被老中医斩首啊，都不敢动了哇。同时呢，川普总统又积极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和平进程。就在最近这1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有阿联酋、巴林、科索沃和以色列建交，然后呢，中东另外几个国家，阿曼、苏丹、摩洛哥，包括沙特阿拉伯呢，很快都会跟进。所以说，川普总统昨天他在白宫主持的这个阿以和平签约仪式上说，以色列与阿联酋还有巴林王国将开设大使馆，互派大使，并开始合作，成为伙伴关系，进行广泛的合作。这个合作从旅游到贸易，从医疗卫生到国防安全，讲全面合作。他们从现在开始起已经是朋友了。和平协议的签订也为全球的穆斯林打开了大门，大家都可以自由地去走访以色列的历史遗迹，都可以去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进行和平祈祷，因为那是伊斯兰的第3圣教地。所以川普总统他在他第1个任期还没有结束之前，就接连取得这种重磅的外交成果。当然，川普总统取得的这个外交成果，左媒的媒体是一律封杀的，一律不报的。实际上，他对人类和平、对世界和平都是有重大促进的。可以讲，川普总统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取得了过去4任总统28年任期的老小布什、克林顿、奥巴马他们无法想象的成绩。因为在他们这个过程中，除了打仗，要么就是求饶。因为克林顿发起了这个科索沃战争，小布什发起了中东战争，而奥巴马对伊朗是磕头送钱的这个态度。所以说呢，这几任总统呢，他们没有一个人在中东呢制造了和平。现在到了川普这一任，川普把枪炮变成了经济，一个非职业政客的商人做总统啊。就跟那个曾经是电影演员做总统的里根总统一样，他们给世界文明带来了多少文明和进步啊！所以说，川普总统这个贡献是非常大的。虽然左媒是没有一个人提，但是川普总统为推进中东和平，已经被2次提名诺贝尔和平奖。我相信川普总统在明年一定会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因为川普总统把整个中东从过去的战争，现在已经转向和平状态，而伊朗被完全的孤立和打击。就在上个礼拜6嘛，在当地时间的9月12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在卡塔尔会见了塔利班的2号人物，这个联合创始人叫毛拉巴拉达尔。会晤以后呢，塔利班马上就宣布释放22名阿富汗的政府军的士兵，而且发表声明，希望阿富汗战争永久停止，并建立包容的伊斯兰教政体。根据塔利班和美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也就是美国政府会在2021年5月之前从阿富汗全部撤兵。这就是川普总统的谋略，他也就是要在中东把所有的他美国的防卫、美国的部队全部撤出来，把它撤到哪呢？通通撤到印太，通通撤到印太以后，加强印太战略，然后来对付中共，不要在中东再制造摩擦，把中东这个火药桶把它灭掉，让中东呢转为和平进程。那么为什么中东现在趋于和平呢？中东那么多恐怖组织，现在怎么不敢跟美国叫板呢？是因为川普总统用恐怖分子听得懂的语言跟他们说话。因为呢，川普总统他首先斩杀了这个巴格达迪，后来又斩杀了苏莱曼尼，所有的恐怖组织就安分了哇。他们都知道你对付不过美国的无人机哇。根据川普总统最新的一个透露，他说2017年曾经阿萨德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之后，他准备直接斩首这个巴沙尔阿萨德的，只是当时时任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坚决反对，所以呢，最终这个计划呢没有实施。然后最终执行的计划只是对叙利亚的机场进行了巡航导弹的攻击。
川普呢，他就说马蒂斯呢经常的反对这一类的行动，所以这就是马蒂斯为什么被解职的原因。如果马蒂斯还在任的话，后面斩首的这个巴格达迪和苏莱曼尼的事情恐怕也很难实施。这就是川普对马蒂斯这个国防部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现在整个中东已经迎来了和平，中东绝大部分国家在美国的斡旋下，在美国的背书下，逐步的都会跟以色列建立他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然后以色列跟中东的这些国家开展他们友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以后，大家都共同的促进各国的贸易和商品经济，每个国家都获得了实惠，同时在国防安全上面也大大下降了经费，因为过去要花大量的钱在国防上投入以后准备对付以色列嘛，现在没有必要了嘛，美国给你们背书嘛，美国保证你中东的和平，完全孤立了伊朗。所以说川普总统真是棋高一招。好，我们谈完了川普总统，我们谈安倍首相。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也就是9月16号，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并宣布呢全体内阁辞职，为新首相组建内阁呢铺平道路。因为身体原因辞职的安倍是日本人民相当爱戴的，他不仅仅是日本人民爱戴的国家领袖，也是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领袖。所以安倍的辞职呢，很多人都非常惋惜。安倍他也创造了日本首相在位时间最长的奇迹。安倍离开首相府之后，他在致日本国民的一段讲话中，他感激民众对他的支持，对自己不能继续留下来解决很多难题呢，他感觉到一些遗憾。因为安倍总统最大的遗憾呢，就是他没能够呢亲手把这个东京奥运会把它举办完，同时呢，对北韩、北朝鲜抓捕的日本的那些人质呢，没能把人质问题在他的任期上面呢把它解决，他也感觉呢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他同时呼吁民众呢对新一届内阁的支持，因为他的坚定的支持者菅义伟呢已经继任。安倍首相离开首相府的时候，无论是他的下属、盟友还是政治对手，每个人都送上鲜花和掌声，在很多人的泪光中，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首相府。是非常非常感人的。在安倍首相因病决定辞职以后，川普总统跟安倍是有过一个通话的。川普总统在这个通话之后，赞扬安倍首相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首相，对当前的美日关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推动整个世界和平和世界文明进步，安倍是不可多得的世界级的领袖。这就是川普总统给安倍的高度评价。菅义伟他接任了安倍，成为日本第99任首相。这个新内阁里面留任了安倍原来内阁里面的8位成员，同时呢，安倍的胞弟叫岸信夫，他呢首次进入了菅义伟的内阁。那么日本的新内阁，它完全反映这个菅义伟是执行安倍原来的路线，也就是一个亲美的路线，而且是抗中的路线。也就是菅义伟他在继任安倍这个还有1年多的任期里面，他是会保持安倍原来的这个国际路线的，跟美国是原来加强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同时呢对中共呢是高度的防范。因为中共呢现在在全世界所有的西方盟国对中共呢都是高度警惕的。中共当然了，他会拉拢一点像默克尔、像欧盟这样的、德国这样的国家，但是大部分国家对中共都是抱有高度的戒备的。就是在昨天，英国和美国同时都宣布他们的最高的旅行警示。美方的旅游禁令是由国务卿蓬佩奥亲自宣布的，他要求美国公民不能够随便到中国和到香港去旅游。他认为到中国和香港旅游有相当的风险，这个相当风险是指的，尤其是那些在网络上曾经批评过中共的，有相当高的可能性，可能在中国或者是香港呢遭到中共逮捕、无限期的审问和迫害，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没有办法联系到外界，包括领事馆和律师的。
所以美国政府要求美国公民慎入中国。这也就是说，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终于在美国人眼里面跟朝鲜、跟伊朗是平级了。也就是目前来讲，美国已经号召所有的美国公民不能随便到中国，包括到香港，而且是给的最高的旅游警示。英国是同时发出的。为什么中共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呢？为什么美国大使这时候要撤出呢？美国大使撤出完全我觉得是美国刻意的安排，也就是目前撤出以后，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外交等级现在就不是大使级了嘛。那么同时美国跟中国的脱钩也是一步一步在脱，把他们的企业大量的撤回来。日本撤回来的企业更多嘛。现在菅义伟上台以后，仍然是执行了安倍的路线，大量的给日企补贴，让日本的企业从中国撤出来嘛。美国现在贯彻他们既定的对中国现在是冷淡脱钩的路线。那么当然了，现在川普总统他最重要的是迎接马上要到来的大选。他在昨天已经主持完中东和平协议签订之后，那么川普总统仍然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他今年的大选中。今年的大选呢，现在呢民主党有点后悔了，因为民主党前期是不断的号召人们去邮寄选票，他主要是在邮寄选票上作弊嘛，通过作弊的这部分选票想办法想击败川普嘛。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川普有非常狠的一招。川普狠的这一招就是什么？也就是到了验票的时候，川普会安排美国的军队、国民自卫队，甚至是警察和其他的国家机器呢，到投票站里面去监票。仔细检查那些邮寄的那些选票呢，这些选票里面有哪些是假选票？如果这些假选票被查出来以后呢，必然是把这些造假选票的人呢，要把他们送上法庭，送进监狱。因为美国的法律早就规定，任何人不可以伪造选票、假冒选票，或者是没有投票资格的人来冒充公民投票。这些人通通是触犯美国法律的，也就是被查出来以后，这些人肯定要被送上法庭，送进监狱。如果川普这么去做的话，那么民主党号召的那些不具备投票资格的那些人，他们如果投了这个选票，毫无疑问他们会进监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这么严肃的状态下，民主党现在有点慌了，他们就开始发动对川普新一轮的攻击。什么川普要借这个查找邮寄选票呢，想制造政变了？什么川普如果一旦败选，川普就会不认了？什么川普发动政变，川普希望他自己要终身制了，他要搞第3个、第4个任期了？这些现在的谣言对川普是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川普是不会理你民主党你讲的那一套。川普在他自己不断的这个竞选造势的过程中，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你看，现在没有人敢去随随便便毁坏美国先驱的雕像了哇！因为川普已经说过，只要抓住毁坏美国先驱的雕像的这些人，必须是要判10年。洛杉矶上个礼拜六发生了有黑人袭击在警车里面的警察这件事，川普同样听到这件事以后，川普在拉斯维加斯演讲的时候，他就谈到洛杉矶的那个罪犯。他公然袭击警察，并且对警察开枪，想置警察死地的这个罪犯，只要抓住是一定要判死刑。所以说，这种人只要判了死刑以后，马上就有极大的震慑作用。没有元素的法律就必然会放纵那些藐视法律的人。那么川普总统对这些袭击警察的人以及那些毁坏美国雕像的人，对他们进行严格处罚的话，他就是保障美国的一个法治的进行。所以说今年的大选实际上就是检验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否会发生重大变化的问题。我们期待着川普总统连任以后，川普总统能够继承他现在的路线，然后维护美国的法治，把美国继续推向文明，让美国再次伟大。前2天，中国和欧洲举行了中欧峰会，习近平亲自参加了中欧峰会。那么峰会上，很多欧洲的这些领导人都关心中国新疆和中国香港的人权问题。那么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呢，昨天呢，他宣布同意并愿意安排欧盟的代表团呢去访问新疆。那么大家都知道了，中共同意的欧盟代表团访问新疆，都是中共已经安排好的了。他给这些访问新疆的欧洲的官员早就给你备好了美女啦、金钱啦，包括你们要更换的器官啦，当然也会在你们访问新疆以后准备好有你们的小视频。至于你们参观的地方，全部是比好莱坞表演演技还要好的那些演员和你们参观的那些特定区域，集中营你一个也看不到的，你见到的都是那些载歌载舞的美女，告诉你共产党如何的伟光正，共产党如何伟大。这就是欧盟代表团如果考察新疆，那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因为中共没有什么东西不造假，中共没有哪一样东西给国际社会给你看到的是能反映它真实的内容的。9月15号，中共的这个中央办公厅，他专门印发了一个文件，说是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他这个文件要求民营企业跟党走，听党话。
这是中共现在要民营企业呢，也把它搞得像党企一样。这就是中共呢，它现在要把全国全国一盘棋，所有的企业虽然你是民营企业，可以讲挣钱是你自己挣，风险你自己担，税收你要交，但是你要听党的话，你属于党企。前几年中共就搞过一个什么民企信党的风嘛，中共要把所有的民营企业最终就是用党组织来控制。中共现在吃相已经很难看，他知道国际上，尤其是美国，要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区分开。他现在就要把共产党跟中国人民把它捆绑上。所以说，你们哪怕是民企，他们要把你民企改造成党企。首先是在民企里面设党支部，然后呢，这个民企呢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你民企呢，你赚再多的钱，最终你都要为党拿出来做奉献，也就是党要你干啥，你就要干啥。这种做法呢，对中国的老百姓呢都心安理得的接受，没有什么奇怪嘛。这么多年来，共产党的领导本身就是无孔不入嘛，哪一个地方不是由共产党来统治啊？但是对国际上来讲，中共这样去做呢，我看也未必是坏事，因为它会让西方彻底放弃中国还有什么国企，还有什么民企？国企和民企还有什么区别？中国的民企就是党企啊！华为不是打的是任正非私人企业的名义吗？你认为华为就是一个私营企业吗？那个抖音的张一鸣、微信的马化腾、百度的李彦宏、阿里的马云，他们哪一个讲他们的企业不是私营企业啊？但是你看他们这个企业干的是私人的活吗？他们哪一个不为党在干活？所以共产党他现在已经极力要在国际上证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分不开的，他不能让你们把共产党和人民分开。他知道共产党一旦和人民分开，共产党就没有合法性。共产党是一个没有人民授权的，是用刺刀和机关枪逼着人民就范的这么一个恐怖集团。因此呢，中共现在就是开始要从中国的基层呢来把共产党完全得到他100%的控制。下一步，中共连过去那个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选举村长的这一条，他都准备把它取消了，村长都不选了，直接从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里面安排他们自己认为合格满意的人到乡村里面去当书记兼村长。这样，共产党不但实现了对中国所有基层的乡村，完全实现了他们从所谓复员军人和大学毕业生里面选拔出那些靠拢党的那些党信任的骨干，来控制农村的基层组织，同时也安排了一部分投靠共产党的走狗，安排了这部分人就业。所以他们这样认为，共产党就可以万年长了，而且共产党完全是控制住所有农村里面的基层组织，深入在民众中。你把共产党和老百姓分开，你就分不开。所以共产党就这样想的：农村先试点，等到农村全部到位以后，然后就是城市里面的居委会、城市里面的社区，所有的基层选举最终都给你废除，全部由共产党组织上来任命他们那些信得过的什么复员军人或者那些大学毕业生到基层去担任村长、社区主任，然后兼当地的社区书记和村里面的书记，把这些人培养成共产党一茬一茬的那些昏官、庸官、那些贪官，然后让共产党来保持他的这个江山，这就是共产党的想法嘛。但是你共产党的灭亡的命运是逃不掉的。共产党动不动在老百姓里面散布的什么没有共产党以后中国就会大乱，共产党一旦不在的话，没有人能管理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完蛋了。你们老百姓还是要再受苦，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的苦。既然兴亡都是苦，那你们不是拥护共产党？你要让天下亡一次，你们再受一次苦干嘛？你们现在就跟着共产党，你们现在日子不过得好得很吗？这就是共产党现在给老百姓宣传的，就是共产党绝对不能亡，共产党亡了以后，你们老百姓更遭殃。所以说，你们老百姓要拥护我们共产党，真是这样吗？共产党亡了以后，老百姓就会遭殃吗？那台湾的民主社会是什么样？你真看不到吗？台湾的民主建设得多好！蔡英文现在当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啊，不是民进党总统啊。民进党只是一个党派，而蔡英文现在被人民选举的台湾总统，他是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啊。所以说，美国是要求蔡英文要好好当好这个中华民国总统，不要去动那个歪脑筋去搞什么台湾独立。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美国只是告诉蔡英文，把你这个中华民国总统先在台湾把它当好，未来呢把共产党铲除了，把共产党解散了，然后中华民国就光复大陆，还都南京。中华民国这个总统你蔡英文继续当，是包含中国大陆沦陷区的领土和台湾领土全部包含的这么一个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美国对蔡英文是寄予厚望的，美国对台湾的民主也是寄予厚望的。美国知道有现成的民主制度，只要中华民国还都南京，把它光复大陆以后，中国很快就会改造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民主发达国家。这一点我相信我们这些人在有生之年一定都会看得到。好，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谢谢大家。